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建议联俄抗华。对于三国历史，难道美国人、俄国人会比中国还熟？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以前美国总有人说特朗普是私通普京啊，大选前后还有人把这事儿当做一个特朗普的罪状嘛。然而，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呢前几天登出篇文章，这个文章是根据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韦斯米歇尔2020年秋季为五角大楼提供的一份报告写出来的。根据这个报告呢，还真是说明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有一点不一样的感情。整个这个报告还有这个文章的主体基调就是说，美国现在有两个主要的强大对手，中国、俄罗斯。如果美国处理不慎的话，就可能出现和中俄在欧洲、亚洲两线同时作战的情况，这对美国来讲绝对要避免。而且呢，文章判断中国的发展更迅速，会成为挑战美国的主要力量，俄罗斯会逐渐的退居其次。所以报告建议要重复一下当年欧洲的制衡战略，也就是拉拢弱者一起对付强者。换咱们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拉着老三打老二。文章还回忆当年中美蜜月期就是为了对抗苏联，所以要放下中美之间的矛盾，联手防范苏联嘛。所以那个阶段，西方向中国提供了火炮、雷达，甚至轻武器等等方面的一系列技术，也就是为了在东西两线一起分担苏联的压力，让苏联东西首尾难顾。而现在，这位前助理国务卿提出，对俄罗斯的策略应该也是仿效当年。一方面呢，要全力遏制俄罗斯向西发展，在乌克兰方向就要严格堵住。但是呢，给俄罗斯经济上又必须有一定的支持，帮助俄罗斯向东发展，让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成为一个新的中心。还要求日本这些盟国加强跟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增加对俄罗斯远东的投资，吸引俄罗斯去转移方向。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欧洲方向压力，另一方面当俄罗斯重心转向之后，跟中国靠近，那么跟中国核心利益越是靠近，越容易相互挤压，还有可能导致中俄之间出现矛盾。俄罗斯方面呢，当然也不是不懂国际战略，拜登一上台就宣布了跟特朗普完全不同的政策，公开说俄罗斯是首要敌人，说中国是竞争对手，这是俄罗斯人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当然，他们也能看清美国看到的一切，就是中国的发展给美国担忧。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俄罗斯的策略就是尽可能在外交舆论中帮着中国对抗美国。中美之间的外交舆论对抗越激烈，关系越紧张，那么俄罗斯就越能够期待美国的战略中心从欧洲方向再次转回亚太。所以呢，俄罗斯有些官员和媒体中曾经刻意渲染说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新冷战，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渲染气氛，能够让中国站出来挡在美国跟俄罗斯之间。所以呢，我们看一看中美俄之间的关系又成了一个新版三国，都希望把主要矛盾放在另外两个国家之间。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们要重新理解几句话了。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最近发展密切的关系，连续搞军演，但是不会说军事结盟？为什么中美争吵到这个程度，中国还在说破坏中美关系就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说到底，我们要的也是制衡，一方面跟俄罗斯必须战略上互相的密切配合，背靠背共同维护基本的安全，同时呢，中俄之间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千万不能把意识形态、感情因素这些东西跟国家因素相混淆。至于对美国，还是要维持斗而不破，避免把主要矛盾和冲突从欧洲再吸引回来。其实呢，合纵连横也好，驱虎吞狼也罢，说起来都是中国的古老智慧。咱们很多人说起这些事情都不陌生，但是太多的人平时说归说，道理都懂，遇到事儿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就把这些中国的传统的古老智慧都扔到了一边。而欧洲人这方面呢，也不是很多网友想的那样都是战略小白，人家的政治谋略也是有深厚的历史积累，否则他们也存活不到现在。所以呢，美国这个文章所展示一种思路，也许能够帮我们看清一些背景，结合我们真正的传统智慧，以后我们了解各方战略意图和政策的时候，相信我们能够更冷静一些。好，关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指望联俄抗华的这篇文章，我们应该怎么看？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